各位亲爱的大哥大姐、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每天勤勤恳恳努力打拼，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希望到了退休那一天，能够有一个安稳、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对不对？而说到退休，我们脑海里立刻会浮现4个字，就是劳工保险。我们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家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句我们深信不疑、奉为圭臬的铁律：劳保一定要缴得越久越好，因为缴得越久，以后才领得越多。您是不是也一直这么认为？甚至还告诉自己的孩子，工作再怎么换，劳保千万不能断。但是如果今天佳琪要告诉您，这个我们坚信了30-40年的观念，很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一个正在不知不觉中掏空我们未来退休金的巨大骗局，您会不会吓一跳？先不要急着反驳，请您给佳琪10分钟的时间，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您听完之后，再来判断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最近，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住在高雄的陈伯伯，拿着他的劳保单来找我。陈伯伯今年70岁了，精神还很好，脸上满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会有的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和一丝丝不安。他告诉我，他60岁那年本来就可以从公司退休了，那时候他的劳保年资算一算刚好满30年。但是他想，俗话说活到老做到老，而且大家都说劳保缴越久领越多嘛，所以他就决定退休之后继续到职业工会投保，目标是希望能凑到40年的年资，这样以后领的退休金肯定会比30年的时候多上一大截。您听听，这想法是不是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模一样？太合理了，对不对？就这样，陈伯伯风雨无阻，又多缴了整整10年的劳保费。这10年下来，您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前后后将近30万。30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是陈伯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终于10年过去了，陈伯伯心满意足地带着他那张缴了40年的劳保记录到劳保局的柜台，准备迎接他应得的丰厚回报。他心里盘算着，多缴了10年，多花了30万，每个月的退休金少说也该多个1万多块吧。结果当承办人员把电脑荧幕转向他，上面的数字一出来，陈伯伯当场就愣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您猜他40年的年资比起30年每个月的退休金多了多少？答案是7000多块，每个月只多了7000多块。陈伯伯当下脑子一片空白，他跟我说，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多花了将近30万的保费，换来的是每个月多7000块。我们简单算一笔账，30万除以7000，要连续领将近43个月，也就是差不多3年半，快4年的时间，他才能把他多缴的钱拿回来。这还不计算这10年间的通货膨胀、钱越来越薄的问题。换句话说，他要健康康康的活到差不多74岁，才算跟劳保局打平，之后领的才算是真正多赚的。他当下心都凉了半截，忍不住问柜台人员，是不是算错了？我明明多缴了10年呐。这个故事是不是听得我们心里也跟着揪了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普遍的认知跟残酷的现实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各位大哥大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揭开的第一个天大的秘密。决定您退休金多寡的关键，从来就不只是年资的长短，而是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东西。
现在请您看看画面上的这张图卡，这个就是劳保老年年金的计算公式。很简单，只有一行字：平均月投保薪资乘以保险年资乘以 1.55%。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中间的保险年资，觉得这个数字越高越好，就像陈伯伯一样，拼了命想把它凑到30年、40年。但我们都错了，魔鬼藏在第一个细节里，就是那8个字：平均月投保薪资。佳琪要请您拿出笔，把这8个字圈起来，打上5颗星，因为所有玄机都藏在这里面。什么叫做平均月投保薪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就是把我这辈子所有交劳保的薪水全部加起来，然后做一个平均？如果您也这么想，那恭喜您又掉进了第2个陷阱。劳保局的规定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平均，并不是您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而是只采计您整个投保生涯中薪资最高的60个月，也就是薪资最高的黄金5年。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复杂，我们换个方式来解释，您一听就懂。这就像我们去参加歌唱比赛，您可能唱了100首歌，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普通，但最后评审在打分数的时候，不是看您100首歌的平均成绩，而是只挑您唱得最好、分数最高的那5首歌来决定您的总冠军积分。您前面唱的再多，只要不是巅峰时期的那5首，其实对总成绩的影响非常非常小。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孩子去参加考试，考了一整个学期，最后老师说，这次的学期总成绩我们不算平常小考，我们只看您考得最好的那5次期中、期末考成绩来决定。那请问您会把力气花在每一次的小考，还是集中火力拼那最重要的5次大考？答案很明显嘛。劳保退休金的计算就是这个道理。劳保局只看您一生当中薪水最高的那5年的平均值，来当作计算您退休金的基础。这个基础越高，您后面乘以年资乘以 1.55%， 拿到的钱才会越多。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陈伯伯的案例，您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陈伯伯在60岁从公司退休的时候，他的薪水已经达到了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峰，也就是投保薪资的最高级距45800元。他那唱的最好的5首歌，基本上都已经在这之前唱完了。他那考的最好的5次试，成绩单已经定案了。他后面在职业工会多缴的10年，因为不是全职工作，投保的薪资级距比较低。这就好像他考完大考之后，又去参加了一堆无关紧要的随堂测验，分数还没有大考高。请问这些比较低的分数能够拉高他那最好的5次成绩的平均吗？完全不行。非但不能拉高，如果您整个生涯的最高薪资期间很分散，用低薪资去投保，反而还可能稀释掉您原本的高薪记录，这就更得不偿失了。所以陈伯伯多缴的10年，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公式中间的保险年资从30年变成了40年，但是计算基础的那个平均月投保薪资却几乎没有提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边际效益陷阱，他花了巨大的成本，却只得到了一点点的回报。听到这里，您是不是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我们一直都搞错重点了。重点不是缴多久，而是您在薪资最高峰的那5年投保的薪资有多高。好，现在我们懂了，薪资高度才是关键。我们只要确保自己退休前那几年薪水是最高的，并且诚实申报，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您，就算您懂了这个规则，还是有一个沉默的小偷，一个我们几乎不会察觉的隐形杀手，正在偷偷的一笔一笔的搬走您那最重要的黄金5年的薪资记录，那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可能比刚刚的年资迷思还要严重100倍，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观念错误，
而是有人正在我们背后动我们血汗钱的手脚。这个沉默的小偷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个致命错误——高薪低报。什么是高薪低报？很简单，就是您的公司没有按照您实际领到的薪水去帮您投保劳工保险。比如说，您明明月薪是4万块，但公司为了省劳保费，只用最低的基本工资2万多块去帮您申报。我知道很多大哥大姐会想，哎呀，没关系啦，公司有帮我缴劳保就好了，缴多缴少有得保就好。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每个月薪水单上被扣的劳保费少一点，好像还赚到了。如果您真的这么想，那佳琪要拜托您，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因为这个疏忽，这个我们以为的小事，几十年累计下来，会从您未来的退休金账户里搬走一笔足以让您心脏病发的惊人财富。它就像家里的墙角有白蚁，一开始您可能只看到一点点木屑，不在意，但等到您发现的时候，整间房子的梁柱都已经被啃光了。在我们揭晓这个损失有多惊人之前，我想请您先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公司真的有诚实申报我的薪水吗？我上次关心我的劳保投保集聚是什么时候？如果您答不出来，那接下来的故事您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您。佳琪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住新北的张女士。张女士在一间中小企业做会计，做了快30年，非常认真负责。她的月薪大概是5万元左右，在我们台湾算是很不错的薪水了。他也一直以为公司这么大，制度很完善，劳保的事情一定都处理得妥妥当当。直到他快要退休前，听了我们的分享，才想说，不然来查查看好了。不查还好，一查之下，他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他那间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公司，为了节省每个月要负担的劳保费用，长年以来都只用3万块的投保集聚去帮他申报劳保，整整5万块的薪水硬生生被打了一个6折，变成了3万。您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我们来算一笔最残酷的账。我们用劳保局的公式来试算一下，如果张女士的公司诚实的用5万块的薪资去投保，以她30年的年资来计算，她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到的退休金大约是2万3千多块，但是因为被高薪低报成3万块，她那最重要的平均月投保薪资的计算基础就从5万掉到了3万。同样30年的年资，您猜她最后一个月能领多少？只剩下1万4千多块。各位大哥大姐，您听到了吗？从2万3变成1万4，每个月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将近9000块，一年下来就是10万块。我们以台湾女性的平均寿命来计算，退休后我们大概还有20年左右的时光。这20年算下来，您知道张女士总共损失了多少钱吗？答案是超过200万元。200万，我的天哪！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一台可以载着孙子们上山下海的全新国产休旅车，是您不用再看孩子脸色，随时能安排的医疗预备金，是您和老伴梦想了半辈子想去搭一次的豪华邮轮之旅。就因为一个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申报动作，这一切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这不是小偷，什么才是小偷？而且这个小偷偷走了我们最宝贵的晚年保障。所以佳琪在这边要大声疾呼，拜托正在看影片的每一位朋友，今天看完影片，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拿起您的手机或电脑，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网站
用您的自然人凭证，或是到4大超商的事务机去查询您个人的劳保投保资料。您一定要仔细核对上面显示的投保薪资跟您实际领到的薪水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数字不对，请您立刻马上去跟您的公司人事部门反映。如果公司不愿意处理，您甚至可以向劳保局提出检举，保护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是在拿回本来就属于您的东西。尤其如果您即将在未来5年内退休，这更是您最后的冲刺期，最后的补救机会。这黄金5年的薪资记录，1毛钱都不能被打折。好，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破解了2个最大的迷思，一个是年资长不如薪资高，另一个是小心高薪低报的小偷。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个人化、最需要智慧来做决策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一切条件都符合了，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领这笔钱？是提早领还是延后领？劳保局的规定是这样，我们法定的请领年龄目前是63岁，未来会逐步调高到65岁。您可以在符合法定年龄的前5年就开始减额领取，也可以延后5年去申请增额领取。规则很简单，每提早1年领，您的月退休金就会被打8折，也就是减少4%，最多提早5年就是打8折。相反的，每延后1年领，您的月退休金就会增加4%，最多延后5年可以多领20%。哇，这一来一往，最多可以差到40%。听起来延后领绝对是比较划算的，对不对？很多理财专家也都是这样建议的。但佳琪今天要告诉您，这件事千万不能只算数学题，它其实是一道人生题，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取决于您个人的状况。选错了，可能比前面2种情况损失的更冤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决策至少牵涉到3大变数。第一是您的健康状况，第2是您的家庭财务状况，第3是您对自己寿命的预期。接下来，佳琪为您准备了一份很简单的自我检测表，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到底是属于提早领一族还是延后领一族。我们先来看左边，哪些人佳琪会建议您可以考虑提早领。第一种是对自己健康状况比较有疑虑的朋友，如果您感觉自己体力下滑的比较快，或者有一些慢性病需要长期照顾，那么先进口袋安稳实在可能就是最好的策略。毕竟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先把钱拿到手，用在自己身上，提升现在的生活品质和医疗照护，这比什么都重要。第2种是家里有紧急资金需求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创业买房子，需要您支援一笔头期款，或者家里有变故急需用钱，这时候提早领出来应急，解决眼前的困难，它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未来那每年多4%的利息。第3种人比较特别，是理财高手，就像我们有些大哥大姐很会存股领股息，或者有其他稳健的投资管道，那对您来说，把钱提早领出来，自己去做更有效的运用，每年创造的收益可能超过4%，那当然是提早领比较划算。好，这就是适合提早领的3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看右边，哪些人又适合延后领，去赚那最多20%的增额呢？第1种当然就是身体非常硬朗，而且有长寿基因的健康宝宝。如果您家族里的人都很长寿，您自己也注重养生 regularly 运动，那您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活到80-90岁。这样的话，延后领把时间拉长来看，您领到的总金额绝对会是最多的。这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而您的赢面很大。第2种是手边没有经济压力，生活过得很宽裕的人，您不缺这笔钱来应急，也不需要靠它来过日子。
那把这笔钱继续放在劳保局，把它当成一个超级定存，每年稳定增值4%，这是一个非常省心又安全的理财方式。第三种是跟刚刚理财高手相反的，也就是对投资理财一窍不通或者非常保守的朋友。钱放在身边，您可能会担心被骗或者乱花掉，那还不如就让它待在最安全的地方，延后5年，让它自动长大20%，这对您来说是最稳赚不赔的选择。各位大哥大姐，您听完之后，心里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了吗？这就是佳琪想强调的，请领时机的选择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战略决策。千万不要听隔壁的王妈妈说延后领，您就跟着延后；也不要听理财老师说提早领出来投资最赚，您就傻傻的跟着做。您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评估自己的健康、家庭和理财能力，做出最适合您自己的人生选择。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把守护我们劳保退休金的3大关键都一一破解了。从一开始的年资迷思，到高薪低报的陷阱，再到最后请领时机的智慧抉择。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真实的帮助。为了方便大家记忆，佳琪最后帮各位总结成3句简单好记的退休金守护3口诀，请您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第一句，薪资拉高，年资抓牢。请记得，我们的重心永远要放在拉高您黄金5年的投保薪资，这才是您退休金的根本。第二句，权益查核1毛不少。请立刻行动，去检查您的投保记录，确保没有被高薪低报，守护好每一分属于您的血汗钱。第三句，时机算好，晚年没烦恼。请好好评估自己的状况，做出最适合您的人生决策，让您的晚年生活富足又安稳。如果您也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下半场人生做主，请在留言区写下守护我的血汗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打气。如果您觉得佳琪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也请您务必将影片分享给您身边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并且按下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您知道的，像这样说真话的内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看不到了，记得先保存下来。我们下支影片见。